送餐。深夜，一轮孤独的满月悬在头顶，周围黑漆漆的，冷得没有一丝温度。在昏黄的路灯下，强子驾驶着电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之中。现在已经是了无人烟的时候，但是他工作的餐厅是24小时营业的，即使是在深夜也会提供外卖服务的。叮铃铃，他一边按着喇叭，竟然毫无阻碍地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一处小村落，虽然也是深夜，但路上呢没有看见一个人，那倒是挺奇怪的。算了，还是先送进去吧。强子下了车，快速的锁好之后，拿起篮子里的外卖，走进了村子。冷风呼啸，头顶的月光冰冷冷的，没有一点温度。附近的房子也怪模怪样的耸立在阴影之中，仿佛一张张巨大的死人脸诡异的盯着他。走着走着，强子竟然感觉到了一丝恐惧。其实呢，他这是第一次来这边送餐的，因为这里是旧村落，住的基本上都是上年纪的人，也很少有人会点外卖的。加上这里比较荒芜，就算是早上过来也挺瘆人的，更别说大半夜了。强子呢，缩了缩身子，一路沿着目的地走去。207幢到底在哪一边呢？他按亮了手机，借着微弱的灯光打量着街道的门牌。转过好几个弯后，他终于到了目的地了。那是一幢4层的小公寓，看起来已经非常的陈旧了，墙上的白漆早已经脱落不少，上面露出一些蛛丝网状的裂痕，好像随时都会倒塌下来一样。应该没事儿吧？强子低声呢喃了一句，然后从快递篮子里拿出了污迹斑斑的快递单子。16号，应该就是这里了。他推开了玻璃门，一个60多岁左右的大叔正在前台呼呼大睡。强子上前轻声叫道：“喂，请问16号哪一层？”他没有任何反应，嘴唇轻轻的磕动着，不时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大叔，醒一醒！”他又连续叫了好几声，但是呢，还是睡得像死猪一样。强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只好另想办法。不过这看门的大叔也是的，太没有责任心了吧？现在明明是值班的时候，竟然倒头大睡，万一有什么坏人进来，那该怎么办呢？强子呢，则放弃了叫醒他，于是独自摸到楼梯间的地方，也借着手机的灯光到处找着。一般来说，这些楼层会在下面标注门牌的位置的，他只需要找一找就可以了。一片漆黑中，淡淡的白光映在了墙上，给人一种更加诡异的感觉。强子找了一阵，并没有发现这楼层的分布图，反而在墙上贴了很多标识，什么雨天路滑小心驾驶，还有防止陌生人进房子之类的。他无奈摸了摸脑袋，只好放弃了寻找。算了，反正这里也就几层，干脆直接上去找得了。强子打定了主意，于是将外卖揣在怀里。其实呢，刚才在来的路上还真的下雨了，幸亏他保护措施做得好，才不至于淋湿了食物。作为一个称职的外卖员，他必须这么做，即使遇到什么困难呢，也不能违反自己的职业操守，不是？一路沿着楼梯上去，强子摸到了3层，
他发现每一层都有10个房间，算起来的话，16号应该在这一层了。走出楼梯间，走廊依旧是一片朦胧的漆黑，一些照明灯闪烁着红光，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虽然以前也送过外卖，但这里却是最诡异的地方了。不知怎的，一走进来，他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11号、12号，强子抹了一把汗，一路沿着走廊走过去，黑暗中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呜呜声，好像呢有人在哭。他打了个哆嗦，只能加快脚步过去。15号的门牌就在眼前晃过，快到了。强子心里暗暗说着，感觉一阵宽心。但是当他走到下一间的时候，这种感觉荡然无存了，因为下一间的门牌号竟然不是16，而是17号。他咽了口唾沫，使劲擦拭着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呢？刚才明明一路走过来，怎么可能看不见呢？强子再次倒回去，没错，15号就在不远处。可16号呢？他四处找着，但还是一无所获。15和17号之间根本没有间隔。很奇怪呀，在这幢公寓里面，16号房子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强子下意识地翻开外卖单，上面写的正是16号，就是这里呀。可是为什么？他使劲地咽着唾沫，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着，身子刚刚碰触到外墙，自觉一阵冰凉的感觉直窜心头。原来在15和17之间的走廊上，竟然铺满了不少的冥币。风一吹，有几张大的冥币甚至飘到了自己的身上。啊！强子吓了一跳，慌慌张张的向走廊深处跑去。太可怕了，这里实在是太可怕了。他现在就想离开这里，但在这之前，他必须把这些外卖给送到了。踉踉跄跄跑出去好远，强子不知不觉间已经冲到了走廊深处。在他的面前，竟然是一道铁门。奇怪了，这里怎么会有？正当他哑然的时候，却见铁门里面有一个门牌，上面赫然写着16号。他看了看快递单，又看了看门牌号，确认没错了。虽然不知道为何在铁门后面，但自己总算是找到了。强子推了推铁门，纹丝不动。他感觉无比失望，难道任务还是不能完成吗？正当他无比沮丧的时候，手表忽然亮了起来，12点的闹铃声响起。那是他之前设定的，一般自己都会在12点之前送完外卖回家，但没想到今天却完不成了。这时令人诧异的事情出现了，铁门竟然咔的一声开了。一阵夜风吹起来，地上竟然扬起了更多的冥币。强子心里一紧，像做贼一样窜进铁门里面。有人吗？他使劲地敲了几下门，冷汗顺着额头淌下来，没有回答。强子又敲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反应。于是他拿出手机，试图拨打用户的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他又试了几次，
都是一样的。于是只能拨回电力，虽然通了，但对面传来的却是沙哑的声音，电话就像被割起来一样。真是见鬼了！他骂了一句，忽然呢想起一个古老的鬼故事，有人会半夜去约会，结果呢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这里是一处旧楼房，很诡异，走廊到处是冥币之类的东西，结果他按了很久门铃，根本没有人出来，而且房子也不像有人住的样子呀。那人有些害怕，于是拨通了对象的电话，结果通了，但对面只是一阵阵朦胧的风声。那人大声地问了好几句：“你在哪里？”但是呢，没有回答。电话对面好像没人接听一样。但奇怪的是，他却好像在门后面听见自己的声音。于是呢，那人撞开了门，没想到玄关里竟然躺着自己的对象。他已经死了，身上的血也已经凝固了，但手机却掉在地上，上面还开着免提。那人吓得不轻，正想打电话报警，却听里面传来悠悠的声音：“亲爱的，你终于来了。”强子打个哆嗦，正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怪事真的发生了，16号门竟然自动开了。与此同时，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走了出来。“你好啊，终于等到你了。”强子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但当他准备把外卖交给他的时候，没想到女人忽然大叫一声，她的身上竟然流出了血，全身上下都是血。啊！救命啊！女人这样不顾身上的伤往外逃离现场，只剩下全呆住的强子。第二天，在大楼的走廊上走过2个中年妇女。“喂，你知道吗？前几天这里死人了。”其中一个小声的说道。“哎呀，可不是啊，听说是个送外卖的，下雨天也坚持送过来，结果被一辆大卡车撞到了。听说他临死前还护着外卖，生怕被撞坏了呢。可惜呀，人没了，这有什么意义呢？哎呀，人家这不责任心强吗？哎，你还别说呀，昨天好像是他的头七，小心回来找你呀。哎，那是，没想到刚死了门卫大爷，结果呀，隔了几天又死了人。我看呐，这幢公寓也不大安宁。哎呀，谁说不是呢？等女儿赚到钱，一定啊得找个机会搬出去。”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对话却深深地印在强子心上。他还站在16号的门前，怔怔地望着他们。鲜血再次从他身上流了下来，很快淹没了走廊。强子木然地想到了什么，转身跑向楼梯间，上面有一块镜子，但此刻镜子上却没有照出任何东西。灯上有人。志军和新月这俩小两口纯粹是现代社会中的啃老族了。他们都与老家分开住了，可还经常带上快3岁的孩子去老家那儿蹭饭。每次蹭饭回来都是晚上8、9点钟了。还好与老人家呢离得不远，骑车也就20多分钟。可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小胡同，这个小胡同也就2个汽车那么宽，经过的汽车还好不多。可就这个很少汽车走过的地方，半个月前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个女的
带着一个小孩被撞死在一个路灯旁，那女的当时躺在地上，头部已经被碾压变形了，胳膊错位了，小孩就更惨了，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团，简直是太惨了，血流满地。司机居然肇事逃逸了，这案子到现在也一直没能破。冬天总是那么冷，志军一家三口去老太太那儿蹭饭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了。可是每当志军一加班的时候，新月就肯定带上小孩去老太太那儿吃饭，而且呢还是白吃。他不爱做饭，所以这次就又跑到那儿去了。老太太一见到孙子就很高兴，也愿意伺候他们。就这样，新月带着孩子在那儿酒足饭饱之后，骑着车往家赶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快9点钟了，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了。这大冬天的，已经没有什么人遛弯了。很快就骑到了这条小胡同内，这里的路灯有的亮，有的不亮，一直也没有人管。边走边与孩子聊着天，聊着聊着，他见到前面一个不亮的路灯下面，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在往路灯后面蠕动着。当他骑到跟前时，借着另一个路灯望去，见到是一个小孩，也就4、5岁吧，正在往路灯柱子后面躲，而且边躲边朝他笑。新月赶忙下车，当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所以急忙靠上前去，想问问孩子家住哪儿的。可就在他往灯柱后面望去时，他当时就吓懵了。见灯柱后面什么都没有，灯柱紧挨着胡同的墙，见此情景，他急忙骑上车，带着孩子飞快地向家里行去。过后才想起来，前一阵这里出了车祸了，死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他不敢想了，头也不敢回。到了家里呢，出了一身的冷汗，她老公还没有回来。通过这次经历，她去老太太那儿蹭饭的次数就更少了。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和她老公一块儿去，而且她将自己的遭遇跟老公说了。可志军说呀，他是眼睛花了，天底下不可能有鬼的。这过了一段时间，新月的惰性又上来了，又是志军加班的一个晚上，他自己带着孩子又去蹭饭了。上回发生的事情早已经忘到脑后了，回来的路上依旧要经过那个阴孔的胡同。他还是哄着孩子边骑车边说话。这里的路灯啊，坏得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一些伴随着闪烁。夜晚9点多，这胡同内啊，只有这对母子的影子陪伴着他们前行。当新月骑到一半时，见坐在前边的儿子头抬得高高的，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好像在看前面路灯亮着的地方，所以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摸摸孩子的头，说道：“宝贝，你看什么呢？”说话还不利索的孩子支支吾吾的回答道：“妈妈，等下呀，坐着俩人。”别瞎说，是真的。一大人，一孩子，那大人还向我招手呢。听后呢，他当时都头皮发麻了，头皮跟着发硬，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腿肚子呀差点打了软，从车子上掉下来。难道孩子说的话都给他吓成这样吗？不是，
是因为他听说孩子的眼睛是亮的，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小孩子能看到，可大人看不到的。而且他也确实是看到路灯上什么都没有。更何况这里前不久又刚刚发生了车祸，死的正好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他联想到这儿，能不害怕吗？他急忙让孩子闭上嘴巴，低下头，硬着胆子急忙往家里骑去。到了家门口，刚要进门，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回头一看，不见一个人，他快要崩溃了，急忙抱起孩子进了家门，将门锁好。志军加班早就回来了，新月气喘吁吁的向他说了一遍刚才所遇到的事情。这次志军也被吓住了，他也知道那次车祸，可是没多久他还是镇静下来，劝新月说道：哎呀，毕竟那是孩子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大人呢就不要胡思乱想了，那笑声肯定是你被吓懵了，你听错了，洗洗快睡吧。这新月听了老公的话以后呢，情绪也平稳了一些。志军每次要给儿子讲故事，他才能睡着觉，这讲着讲着新月就睡着了，可孩子还是睁着两个大大的眼睛听着。志军见孩子没有睡意，就又讲了一个故事。讲完以后，将故事书放到一旁，一看孩子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对面的墙，他赶紧问了一句：宝贝，你怎么还不睡觉呀？爸爸，墙那儿站着2个人。志军听完以后，这汗毛都竖起来了，大喊了一声：别瞎说，快睡觉。说也奇怪，孩子听了以后啊，立马闭上眼睛就睡着了。这小孩的眼睛是干净的，当你家小孩两眼紧盯着一个地方看，或者夜间往窗外看的时候，你应该及时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拉上窗帘，防止孩子被吓着了。可新月呢，被喊醒了。志军告诉他说，孩子呢可能被吓着了，明天让邻居大妈给他收收吧。新月很赞同。就这样，这一宿2个大人被孩子吓得是神魂颠倒的。过了几天，下面的事情呢还是发生在志军加班，新月带孩子去蹭饭的晚上。可这回新月吃完饭帮老太太收拾完就没敢回家了，提前给孩子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决定和孩子住在这儿不回去了。这回家里的只有加班回来的志军一个人了。志军到家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他看了一会儿电视，见没有什么好的就关上了，自己呢就想着睡觉去了。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胡思乱想着。不知怎么的，就想到孩子说这灯上和墙上有人的事儿，他越想越害怕，可越害怕就越想看个究竟，就睁开了眼睛。屋子里很静，四周黑黑的，不过透过窗帘映入的月光，多少能让人看到屋内的家具。这时他的眼光不知不觉地凝聚到上次孩子说的那面墙上，上面挂着一幅山水画，墙的左边立着一个衣架，静静地立在那里，倒像是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右边呢什么都没有。他不敢再多想了，也不敢再多看了，就急忙闭上眼睛，促使自己进入梦乡。可就在他刚要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突然墙上有什么东西在晃动。虽然屋内很暗，可墙上那晃动的东西借着淡淡的月光
还是清晰可见的，是2个人影，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吓得他啪的一下就把灯打开了。这时呢，屋里又恢复了原样，墙上什么都没有，屋内只有他一个人。难道是自己看错了？志军点上了一支烟，思索着，他不相信有鬼，肯定是精神压力太大了，产生了幻觉。吸完烟，他决定关上灯睡觉了。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又过了一阵，他迷迷糊糊的要进入梦乡，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是从电视的方向传出来的。这种声音呢，我想啊，家家都可能发生。电视机关了以后，可能是一冷一热，电视机内部的机构件呢发出的响声。但是我认为，也不排除有什么东西在动你的电视。志军认为肯定是前者的原因，所以呢就没在意。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洗手间立着的洗衣盆哗啦哗啦倒了。这下他有些犹豫了，到底是洗衣盆没有放稳，还是有什么别的东西在动的？难道我这屋里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动它吗？这种声音呢，你家肯定也发生过。要是在白天肯定是没放稳，那么要是在晚上闭灯就不好说了。真的可能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有人在动你的洗衣盆。不干净的东西你可能不相信它的存在，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相信了。志军又一次睁开了眼睛，环视着四周及每一个角落。屋内只有惨淡的月光狠狠地打进来。他没敢起床，只是静静地躺着。很静的房间里，只能听到他紧张的呼吸声和心跳声。睁着眼睛睡觉这功夫，不是1天2天能练出来的，所以没多久，他还是侧着身子睡着了。每家每户晚上都是关灯睡觉的，志军也不例外。可是当你关上灯之后，你知道你的房间里有什么吗？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屋子里游荡吗？你知道当你睡觉的时候，有双眼睛在盯着你吗？你肯定不知道，也不相信，但我告诉你，有，家家都有，只不过你看不到。有的不会骚扰你。现在正在讲的故事，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在听，你的身后可能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正在陪着你一起听。最好别回头，记住，关灯后闭眼睡觉，什么也别想。侧着身子睡的时候，千万别想你的身后，你的身后可能正站着什么东西盯着你。信不信由你。睡着睡着，他总觉得背后的床边站着2个人，一大一小，4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不，确切地说是3只眼睛。那个大人的眼睛有一只已经流出了眼眶以外。志军的感觉，2个人的手正在向他的脖子掐来。一间黑乎乎的房间内，只有你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志军当时急得呀，浑身都是汗，想将身子快点转过来，从床上跳起来。可是他怎么用力翻身子都翻不过来，就是一动不动地侧躺在床上，任凭背后别人怎么对他摆布。这种梦，我想你可能做过，任你怎么动怎么喊，就是没有反应，直到最后被吓醒。你醒来以后可能认为这是噩梦，但我告诉你，它有可能是真的。你那房间里
当时可能真的有你梦见的。就在他挣扎的时候，啊的一声醒了。打开灯，屋内一切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只是他浑身湿透了，气喘吁吁地坐在床上，一次次的惊吓，他有些疲惫了。可一见是噩梦，还是决定关上灯去睡觉了。当他把灯关上，还没有等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突然房间内的门被慢慢的打开了。按说呢，这眼睛被灯光晃过以后，再看暗处，应该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的。只有一会儿才能看清楚，可志军怎么回事？他瞬间就看到门在动，可能是一个人临死前的特异功能吧。看见门口站着2个人，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此时他已经吓得完全瘫软在床上了，背后感觉在冒着凉风，急忙打开灯，大喊一声谁？可是呢，灯怎么也打不亮了。只见那女人的头发乱乱的沾着血渍，头部还伴有一些鲜血溢出，脸部的五官已经完全扭曲了，一只眼球已经蹦出了眼眶，透过一条血丝与眼窝相连，并在眼眶外来回晃动着，满脸是血。有一只胳膊向后，小臂抬起，手心向上，另一只手领着一个小孩。小孩脏兮兮的，浑身是血，目不转睛的盯着他，而且还发出了嗷嗷的哭声。眼眶内流出了红色的液体，而这个女的却朝着志军咯咯咯的笑着。这2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志军听的是真真切切，而且2个人正蹭着地板向志军飘来，吓得他喊出了实话：放过我吧，我不是有意的。志军说完呢，就昏死过去了。说是昏死了，可是第2天一大早，有人发现志军开车撞在胡同内的路灯柱子上，已经死了。原来那起车祸是他所为，这正是恶有恶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虽然你没有做亏心事，可有的时候门还是可能会被鬼叫的，只是你听不到，或者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罢了。记住，小孩子的眼睛是干净的，所以有时候孩子说的话不可不信。另外，死过人的地方少去，你有可能会招鬼回家，切记切记。梦游，许多人，科学家、医生都会用科学来解释梦游。生活压力引起的梦游，精神疾病导致的，成长阶段缺乏维生素。可是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真正被治愈过的梦游。据统计，世界3%的人都出现过梦游的，有的梦游带有遗传性。下面我来讲一个诡异的梦游经历。明泽的爷爷、爸爸都有梦游的毛病，但很奇怪，当明泽的爸爸出生时，他的爷爷就不再梦游了。同样，明泽出生的时候，他爸爸的梦游症状就消失了。记得明泽第一次来到宿舍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告诉大家他有梦游的习惯，大家呀都当玩笑，并没有在意。这2个月以后的一天夜里，我和2个同学从网吧回来，悄悄地潜回宿舍，正要爬上床的时候，听见趴在床上熟睡的明泽嘴里断断续续的在嘀咕着什么，然后双臂突然向上抬起，
手几乎是要碰到上铺的床板了，这个动作呀，正常人是做不到的。接着他就像是被人从床上提了起来一样，跪在床上，睁开了眼睛，双臂呢仍保持着向上的姿势。借着月光，看到这个景象，可把我们给吓坏了。我忙打开灯，叫醒了其他人，并试着过去轻轻踹了踹明泽。他没有反应，反而站了起来，从床下拿出脸盆，然后把自己的衣服连同寝室其他同学搭在床栏上的衣裤一件一件的放入盆中，走向了洗手间。我们意识到他梦游了。听说梦游的人被人叫醒会吓出病的，所以呢，没人敢叫醒他。我们就怕他出事，就跟在他身后。在水池前，明泽无意识地揉了2下衣服，又端着盆来到楼道，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搭在护栏上。我们宿舍呢在4楼，楼道是露天的，有1.5米高的水泥护栏。明泽晾完衣服，转身下到3楼，然后呢要爬上栏杆。当时呢我们都吓坏了，过去3个人拉他，没想到啊，他狠狠一甩，把我们3个大小伙子甩得老远，其中一个还摔伤了大腿。明泽爬上水泥护栏，头朝外坐在护栏上，似乎在欣赏月亮，哼着歌。动静呢惊动了保安，保安骂骂咧咧过来。看到明泽后，保安以为他是想不开，冲过去呢要抱住明泽的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对梦游有了新的认识。明泽突然喊道：“走开！”那声音呢根本不是明泽平时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保安被明泽的一只胳膊甩了出去。明泽呢几乎是没有转身的，那保安摔得不轻，半天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明泽站到了水泥护栏边上，那护栏呢也就20公分高。在我们惊呼的时候，明泽竟然沿着护栏开始跑，速度很快，姿势很怪，双臂垂在2侧，在远处看一定会认为他是在飘的。明泽很快跑到护栏尽头，当大家都绝望地认为他马上会从楼上掉下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泽跑到尽头后跳起来，竟然抓住了排水管，沿着排水管又爬回了4楼。动作太快太敏捷了。当我们回过神来跑到4楼的时候，看到明泽向自己的宿舍走去，然后躺在床上睡去了。这事件当晚几乎惊动了整个宿舍楼的同学。使我最惊讶的是明泽醒来以后说的话。明泽说那天晚上他记得我们说的话，包括大家的惊呼，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看不到我们。他觉得自己在做梦，但是怎么也醒不过来。没过多久，明泽就被父亲带走了，听说呢是转学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家里的老椅子。刘鑫走进家门，迎面就看见那张杉木的老椅子放在小木桌的旁边。记得上一次回家来的时候，椅子就是靠着墙边放着的，因为它有一条腿在岁月里腐朽了。听爷爷说，这条椅子腿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自己晃晃悠悠掉落下来的。虽然它不值什么钱，但陪伴了爷爷很多年，老人嘛，在暮年里容易感到孤单，所以同样喜欢那些和自己一样上年纪的东西。
即便它是坏掉的，因此老椅子没有被扔掉，也没有被放置到杂物间，仍然顽强的存在于这老房子的堂屋里。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让任何人落座，所以就被爷爷放在墙边。仔细呀，星儿，椅子不能再坐了。记得上一次回来时，他正准备将疲惫的身子往椅子上一放时，爷爷颤巍巍地赶过来，用浑浊的声音提醒着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把只剩下3条腿的椅子又被放到了方桌旁。刘星看了看桌上，一只茶壶和2只灰黄色的玻璃水杯，不像以前，爷爷总是在他每个月回来的日子的前一天，在桌上放着他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饼干。尽管刘星已经成年了，其实并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但爷爷总是固执地留给他。他说：星儿啊，你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你打小就可怜，别的孩子有好吃好穿的，你只能眼馋一会儿。爷爷没用啊。其实呢，现在爷爷买水果饼干给刘鑫的钱，仍然是刘鑫在外面打工挣的。刘鑫每次托村里人带钱给爷爷，或者自己呢回来是塞给他的钱，他基本上舍不得花，还把刘鑫当成了小时候羡慕别人吃零食的小孩子了。星儿啊，你回来了。就在刘鑫准备喊爷爷的时候，那熟悉的浑浊的声音响了起来。刘鑫看到爷爷从大门进来，此时夜幕正在降临，堂屋里一只灯泡发出黄惨惨的灯光，爷爷黑灰色的衣衫就在大门那一方昏暗的灯光中慢慢的临近。刘鑫有点诧异，爷爷的步子似乎变得敏捷而轻盈了。然而刘鑫一时没有想太多，坐在老椅子旁边一张虽然半旧但还结实的椅子上，一边说：爷爷，我有好多有趣的事儿要说给你听呢。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好久没人陪我说话了，就盼着我的星儿能早一点回来。刘鑫的笑容一时凝固在脸上了，继而变成了惊异，因为他看到爷爷正坐在他对面，而他坐的那张椅子正是那张只剩下3条腿的老杉木椅子。但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即使爷爷将枯瘦的双腿踏在椅子前的横木上，但是无论他的身子还是椅子本身仍然是稳稳的，不仅没有倒下，甚至没有摇晃一下。刘鑫感觉非常不对劲。爷爷，你坐的那椅子……刘鑫的话还没有说完，爷爷突然打断他的话头，声音仍然浑浊，但万分的悲伤。星儿啊，你的头怎么了？爷爷的话音刚落，马上从椅子上下来，走向刘鑫，捏着脏兮兮的袖子去擦拭刘鑫的额头。但爷爷太苍老了，刘鑫已是成年的小伙子，个头比他高出了一大截，所以尽管爷爷努力的抬高了手，还是没有触到刘鑫的额头。刘鑫心里思忖着，可能是自己额头有什么污渍，就弓下身子，迎合着爷爷高高努力举起的袖子，
而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向了地面。就在这时，刘鑫发现第二个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爷爷身旁的地面也是一片昏黄的颜色，没有一丝黑色。也就是说，爷爷站在灯光里并没有影子。刘鑫倒吸了一口凉气，目光迅速上移，怪不得从他进门开始就感觉家里不对劲呢，怪不得方才爷爷能够稳稳地坐在一把只有3条腿的椅子上。原来，这时刘鑫才想到，自己正是接到村里人的电话，说是爷爷突然病了，所以急匆匆地赶回来。没想到，尽管自己开着那辆借来的破旧皮卡没命地赶路，却仍然没能及时回来。刘鑫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爷爷，你是不是已经……然而这时，刘鑫又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自己在进门的时候不记得此次回来的原因呢？星儿啊，你在外面究竟经历了什么？看你的头怎么变成了这样了？带着沉重汗酸味的衣袖轻轻地抚过他的额头。爷爷收回袖子时，刘鑫惊讶地看着那脏兮兮的袖子上一大片的殷红。是的，就是鲜血，湿淋淋的鲜血。怪不得他进门的时候像是突然忘记了很多事情一样，原来他的脑袋受伤了。爷爷，对不起。刘鑫把脸转向一旁，企图偷偷地擦掉眼中的泪水，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在那方桌上那把不锈钢壶时，眼神又是一震。虽然灯光昏黄，但茶壶上还是能够照得见他的上半截身子，而他映在壶身上的脸非常的可怕，因为右边额头上是一道刺目的鲜红，将他的脸凑近些。那道鲜红是一条又长又阔的口子，而血水还在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突然间，刘鑫想起了什么，在进村的公路上，没有路灯又崎岖的路上，他开的破皮卡车不小心歪进了一旁的深沟里，而他额头上那道口子，想必就是这次事故里受的伤吧。只是为什么他受这么重的伤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呢？还能够轻松地走回家呢？刘鑫的目光从爷爷脚下移向了自己的脚下，同样是一片灯光与地面的颜色混合，他同样没有影子。诡异狼人杀游戏，10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9个人脸上戴着狰狞的面具，只有1个人没戴，那人表情十分严肃，好像是一个公正的法官。昨天夜里，狼人投票杀死了7号，神职全部死亡，狼人获胜。表情严肃的法官缓缓地说道。所有人摘下面具，面面相觑，有的人喜笑颜开，有的人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啪！一个年轻的女人将一张写着2号的白色身份卡拍在桌子上。玩不了了，每次守夜狼人都是第一个杀我，走了。年轻女人说完便夺门而去。等等我，小林。他旁边的男子见状马上追了出去。法官看了看表，10点了，今天就玩到这吧，
明天继续。众人纷纷点头，之后大家陆陆续续离开了屋子。也不知道谁最后一个走的，屋里的灯没有关。屋内漆黑的大桌子上只留下一张白色的卡牌，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忽然一阵阴风吹过，白色卡片被吹翻过来，如果你能看到，会发现2个血红色的大字出现在你的瞳孔之中：狼人。11-0。深夜别墅里的灯全都熄灭了，到处是漆黑的一片，几乎安静到了一种极致。忽然一阵尖利的尖叫声打破了这种薄冰般的安静。快来人呐！众人到达2号林轩和3号吴天的房间时，几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了。林轩穿着睡衣倒在血泊之中，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伤口，好像是被野兽啃食过一般。看着吴天站在林轩的尸体旁，不知如何是好。法官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吴别怕，我已经报警了。你当时看到了什么？我当时也是迷迷糊糊的，我被一声怪叫吵醒，紧接着就看到一个狼形的怪物在啃食小林的身体。当时我根本不敢出声，后来他应该是也发现了我，扭头用他的血盆大口冲我吼了一声，然后他就跑了。我们可没有听到什么狼吼啊，不会是你杀了小林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回来以后还吵着架来着呢。一个穿着红色短袖的男人说道：你不要含血喷人，你有证据吗？吴天马上回击：行了，都别吵了，等警察来了再说。说出这句话，法官都感觉自己心虚。他的心里很清楚，这里因为特殊的地理原因是不可能有警察来的，只希望之后大家一切平安吧。大家虽然议论纷纷，但是呢也没说出个啥来，毕竟没有证据。没多久，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12点，悠长的走廊中传来哒哒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红色短袖的男人一边解着裤腰带，一边走向厕所。如果他后面有眼睛的话，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狼影缓缓出现在他的身后。他感觉背后一凉，扭头向后一看，他的一双瞳孔被无限放大。既然是你！话没说完，便倒在了血泊当中。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依旧是吴天，当时吴天正好上厕所，便凑巧地发现了尸体。这次人们聚集到他尸体前的时候，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吴天，毕竟他现在嫌疑最大。这次法官还没有说话，被一个人抢先了。这别墅是这个岛上唯一的建筑，可以确定这个岛上只有我们几个人，也就是说凶手就在我们当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说道：别制造恐慌。法官直接打断他的话：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一个穿着皮衣的男子缓缓地说道：他们死亡的顺序是按照咱们最后一局狼人杀里的死亡顺序来的，也就是说下一个死的应该是你。说完，他直接指向一个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人。黄色连衣裙的女人一听，马上被吓得脸色惨白。别吓唬我！真的？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皮衣男强调道。突然，黄色女人毫无征兆地向法官扑去，歇斯底里：你是法官，快告诉我，那
那具谁是狼人？一定是他在夜间杀死了2号和5号。法官思考一会儿，并没有说出狼人是谁。他知道这个时候说出谁是狼人，无异于将那3个人推到风口浪尖上，说不定他们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法官虽然没有说出谁是狼人，但是作为这场游戏的策划者，他还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的，以免杀人事件继续发生。于是法官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凶手在他们当中，那所有人都不要睡了，我们剩下的8个人今晚就坐在一起，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总没有办法杀人吧。敲定这个主意，法官便将剩下的8个人带到了一间休息室中。今天大家就委屈一下吧，我们就坐在这里休息，避免之后有人继续死亡。当然不想活的话，可以继续回去睡觉。虽然不情愿，但是谁也怕死不是呢？所有人便听从法官的建议，坐在沙发上小憩起来。1点，8个人坐在沙发上，依旧那么安静，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轻微的呼吸声。突然，人们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生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体顺势倒在地上，痉挛起来。所有人都被响声惊醒，吃惊地看着那个女人。难道说这样都不能避免死亡吗？剩下的7个人没有不害怕的，几乎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吴天。他一定是他，法官，快告诉我，吴天在最后一局到底是不是狼人？穿着皮衣的男人冲到法官跟前，狠狠地说道。法官四下看了看，发现所有人都盯着他。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说出狼人是谁，恐怕自己就有危险了。为了自保，法官只能轻轻的点头。哈哈，果然是他，咱们杀了他，咱们就安全了。你们可不要胡说呀，我明明是……还没等吴天为自己辩解完，他的腹部就被一把冰凉的利器给刺穿了，鲜血猛地喷溅而出，流了一地。穿着皮衣的男人猛地把利器抽出来，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哼，我们终于安全了。人们看在倒在血泊中的吴天，并没有露出一点怜悯的神情，反而是欢呼雀跃，好像是杀猪过年了一般。可是他们真的安全了吗？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个人死亡，有的是被毒死的，有的是被事先在沙发中放好的机关给杀死的，总之全都死于非命。恐惧就像一个气球，随着时间推移一点一点变大，直到某一刻它会膨胀的砰的一声炸开，把所有人炸得血肉模糊。5点，这个时候法官和皮衣男面对面，两人心里都在盘算着，看来还有一只狼人没有死。皮衣男打破了寂静。我是没有参与到游戏中的，如果说还有一只狼，那狼应该是你。法官将皮球踢给皮衣男子。是你杀了所有人，对吗？皮衣男子非常得意地冲着法官鼓了鼓掌。现在狡辩还有意思吗？我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有人都已经死了，我只是没有想到最后的凶手居然是法官。皮衣男喝了口水，继续说道：现在只剩咱们2个了，
你觉得你这年老的身体会是我的对手吗？说着，皮衣男就用利刃在法官的脖子上划出一道鲜红的口子。法官动了2下，然后咽了气了，鲜血流了一地，将男人的背影衬托得更加阴森恐怖。皮衣男走到一面镜子前，掏出一张白色的卡牌扔到桌子上，上面写着3个醒目的大字：预言家。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的是好人呢。他可能没注意到，他面前的镜子上并没有印出他的样子，而是出现了一头狼人的轮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狼人是杀不完的。好人杀死狼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就会变成狼人。活不出我的世界。室内窗明几净，阳光明媚，出奇的静。只听到墙上那摆钟的咔咔声。一个男人坐在床头上，呆若木鸡，双眼无神，手上燃着香烟的灰烬已经很长了，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些许片刻，他微闭着双眼，似乎很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一通电话打破了这寂静。喂，是黄小忠吗？我跟你联系过了，房主说他不卖了。什么？又不卖了？不是之前说好了吗？怎么会这样？一个一个的。电话那边挂断了，似乎在他发作之前巧妙地避开了。1个多月了，他一共找了4处房源，结果都被各种理由给搁置掉了。他只想尽快地离开这里，不过一切都没有随他的心愿。还要在这里多久呢？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不过眼下这个世界是清静的，不是吗？黄小忠来到家里的厕所，但是看到厕所里面，却不由得愣在那里。鬓角上留下一滴汗，因为那马桶盖是翻开的。他竟然是翻开的，无奈他只能去方便，尿液就那么不由自主的掉落在马桶的边缘。此时的黄小忠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女人，那女人一脸气愤地指着黄小忠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马桶用完要翻起盖子，你那个东西难道就那么不准？洋洋洒洒弄得到处都是，难道它不是多余的吗？女人的眼球变得浑浊，皮肤变得湿漉漉，像石蜡那种白色。此时她嘴里边说边往外流着绿水。更让黄小忠感觉到不自在的是，那女人的左手上拿着一把剪刀，而另一只手上拿着的竟然是切来的自己的下体。只有这么做，你就不会再给别人添麻烦，你不觉得那玩意儿是多余的吗？女人继续说，而后把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丢到了马桶之中，按了一下按钮。最后黄小忠趴在马桶盖子上，满头大汗，肌肉有些抽搐。那场面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那女人的声音随着马桶的冲完也远去了。已经很久了，自从她的离开，那种噩梦般的场景就会席卷而来，甚至有时候已经分不出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现实了。临近夜晚，黄小忠准备去厨房弄些吃的，他有些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厨房的灯已经打开了，那种发黄还很昏暗的节能光源。听到热锅上似乎还煎着什么东西，香气四溢，
滋滋作响。黄小忠进去之后，发现那是一个美人的背影，纤细的身材，干净的围裙，最主要的是发髻盘成一团，没有一丝纷乱。那女人又出现了，冰冷地说道：“该吃饭了。”女人侧过了身，这方才发现她此时只有半颗脑袋，面部的部分已经没有了，溃烂且松散，没有了骨骼的保护，里面的烂肉如同碎屑一般噼里啪啦地掉入煎锅当中。最后它是那稍微带有的组织的眼球。餐盘直接丢给了黄小忠，灰黑色的东西在黄油中浸泡着，里面大部分的区域仍在蠕动，其中一只较为肥大的正用它的尾巴拨动着那颗眼球。此时那颗眼球正一点一点的准备正对着黄小忠。那没有面部的脸此时正坐在黄小忠的对面，说道：“吃啊，你倒是吃啊！”饱受精神摧残的黄小忠有时会想到，那是不是自己出现的幻觉制造出来的东西呢？又或许它就是真的，它本来就存在过呢。深夜是他最难煎熬的时间，他畏惧那个女人的到来，不断的用酒精麻痹自己。卧室的电视机已经布满了雪花，黄小忠已然睡去。这时候你竟然能听到那种清澈的流水声，那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竟然是在黄小忠的床底下。在那里，床板的背面已经不是先前的样子了，似一洼湖水，中间溅起了涟漪，波纹开始在那平面上荡漾，几滴水珠落在地上被阴干，接着那波纹开始剧烈的运动，一张面孔浮现在了水面。准确地说，他又来了，且是脸朝下的，倒影般的漂浮在水面上。他睁开了眼睛，同样是那浑浊的眼珠，紫色的血管布满了像是白色蜡烛的皮肤，挪动挪动。他紧贴着床，可是身体从未接触过地面，被子突然被掀起一角，那女人就和黄小忠躺在了一起了。湿漉漉的手摸着黄小忠的脸，并将另一只胳膊也拦了过来，将其涌入怀中。冰冷而刺骨，那不再是以前温暖的感觉。你怎么又来了？凌晨4点，黄小忠坐了起来，此时他的被窝已经到处是水了，不同的是，那是自己的汗液。被子里根本没有人，但黄小忠却疯狂地翻找着，最终他在枕头下面竟然发现了一团黑色的头发。这不是前天才换的床单吗？黄小忠准备翻出关于他的一切东西，将其丢掉。那是他妻子的东西，里面有一些照片和一些书信。当他开之后，那信里的几行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黄小忠，那个我最中意的男孩，我希望能够当他的新娘。此时他竟然露出微笑，转而是苦笑。是的，他们当初彼此相爱过，如胶似漆，可是婚后那种感觉开始转变了，那女人开始不停地指责和数落自己，自己没有一次是对的，周而复始，越来越频繁。已经12年了，差不多每天都是那么度过的，所以黄小忠做了最后的选择，杀了他，将他所有的信函和照片都丢在了火盆里，其余的东西丢到了门口的垃圾桶中。
身上的臭汗实在是有些发酸，他不由得再一次去洗手间里整理整理，而这次他的牙刷上不知何时挤好了牙膏，杯子里灌满了水。他决定不再去理会这些，打开水龙头，趴在那里准备洗头。厕所的镜子里，那女人再次出现了，她的双手开始在黄晓明脑袋上揉搓，不过很快话锋一转，青色的面庞横眉倒竖，露出了尖锐的牙齿，将黄晓忠的脑袋死死地按在了灌满水的洗脸盆中。黄晓忠被憋得喘不过气来，不断有气泡从水盆里冒出。镜子里和镜子外那个女人同时发出了得意的笑声，只不过那声音有些渗人。黄晓忠终于推开一切阻碍，把头抽了出来。他已经被埋在里面1分多钟了，开始贪婪的呼吸和咳嗽。镜子里的女人揪着他开始发笑，那湿漉漉的脑袋上根本没有多少头发，牙齿一颗一颗的在外面，占有了嘴唇原本该有的位置，病态的肌肤颤抖着。黄晓忠重重地砸在浴室的镜子上，顿时那镜子裂开无数的细纹，嘲笑声戛然而止，拳头挪开。那裂缝的细纹中仍旧是那个女人，面无表情。忽然从她的眼睛里开始不断地涌出鲜血，从镜子的缝隙里流淌而出，略带那种凝固和粘稠的物质，最后鲜血冲散了那些碎片。够了，够了！黄晓忠冲出了浴室，只因为这间屋子里到处都有过或者曾经有过那个女人的身影。他们分别从镜子里、玻璃橱中、床上、柜子里、厕所马桶中、电视机中爬出来，形形色色、令人作呕的形态占据了整个屋子。黄晓忠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身后只有那打开的窗子，也许纵身一跃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有时候死可能会是一种解脱，这里可是20多高的楼层，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下面行驶的车辆犹如蚂蚁。黄晓忠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可是原本的马路和汽车突然没有了，从那中间的原点竟然伸出一个大脑袋，非常的丑陋的脑袋。没错，就是那女人的脸。此时她正张着大嘴，越来越大，占据了整个空间。此时的黄晓忠正在落入那女人的口中，那无尽的黑暗之中。你永远逃不出我的世界。那女人的声音悠悠地传来。等黄晓忠睁开眼睛，发现他又出现在床上，钟摆的咔咔声。这已经是他第46次选择自杀了。真正的恐怖不是面临死亡，而是永远的活在恐惧当中。